年底各家都要抢着颁发自己的奖项，我也趁上这个热点，颁发我心中的奖项吧。先装个避雷针，以下只是我个人的自己的观感，引起大家的不适，请多多包涵。最近有说85小花演古偶，说年龄是否太大了？我觉得比起老往年轻的演，与之相反的情性更可怕。今天就说说这个，吐槽男主丑的。最近不是说有部剧都要换脸的程度了，但最近有部国产剧真的简直太离谱了。2023最奇葩的选角奖，提名的有山有木兮木有心的男主、女主。直接看片吧，本来以为不是短剧就不会太离谱，质量应该不至于这么拉胯，毕竟是30多分钟的一集的电视剧啊，共有40集。这是第一集，丑，如果有弹幕，肯定会出现在屏幕上，本来不应该以貌取人，但这个脸丑也算说清问题所在了。这小孩装大人的男主，以为剧中全员是这个德行，但你看看其他角色，很正常啊，例如他的属下，挺正常的，挺耐看的。连他的敌人的父亲有父亲的样子，配角都很正常，看到了熟面孔的米热，你在2018年同样演过《云溪传》的配角，里面搭档过的女主是鞠婧祎，为啥感觉有点越混越不行了？换到看女主了，你又是这样，小孩的16岁的装大人的装扮。虽然在小说里，古代的女子大都是15、16岁要嫁人了，18岁才嫁人算老姑娘了，那你也不能太尊重传统了吧？这部剧真令人怀疑是不是毕业作品的展示啊？你以为第一集而已，随着剧情的推进会有所改变的，一下快进到最后一集第40集，一样的妆容和服饰，使我又生疑问，是不是一镜到底？剧组一天就从第一集拍到40集的进度。米热，你好冤啊，你才是男主应该有的样子吧，却落得被火直接烧死的下场，谁也救不了该剧了。看看豆瓣区的评论，我算是积口德的了。拍了幼齿版的古偶剧，男主长得太逆天了。听说过消费降级，这剧厉害，直接令我审美都降临了，真的辣眼睛。但如果有人想体验一下，不妨点开该剧看看，试试有何功效。大家如果看到此剧可以避雷了。2023最奇葩的选角奖，获得提名的是《静相思》的女主，另一个选角失败辣眼睛的候选者。来看看这是剧中第1集的妆容。选角失败，其他角色都很正常，这个女主配不上这个戏。看了第1集，见到了这样的女主，就提不上精神看此剧了。这是啥啊？蒙面的替身啊，毫无吸引力，可能是得罪了造型师吧。剧情就不多说了，解决一个麻烦，靠一粒大丸子，好幼稚的情节设计，小学生的文笔。男主还嘴角上扬，恶心死了好不好？不拘小节，边吃边吐，第一吐。装活泼可爱，也不能演得这么粗鄙无礼。人设一开始是没心肝的疯丫头，还是吃货，2只手都拿着食物，如何下马啊？又来了，边吃边吐，第2吐了。现在的小学生也没有这样的吧？扔了一只手中的食物才能下马吧？这样乱糟糟的发型和稚嫩的脸，是大将军之女，一言不合就扔东西，堵嘴说一句，就只配当丫鬟吧。说了这么久，这个女主毫无吸引人的地方，谁也不想带入这样的角色。除了家境好，男主对她情有独钟之外，正所谓女主都是自带高光的，可惜小编瞎了狗眼没有看到。说一下其他角色吧，连女配郡主都比她好看，身体的比例都比她正常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豆瓣的评论更毒，说女主瘦的跟竹竿，质问是什么畸形审美爱，此剧一言难尽。虽然男主是王佑硕，很多他的粉丝会看下去，而且后面的剧情也是有起伏的。男主会从聪明的人变成了痴傻儿，再变回正常人的情节设计，是有考验他的演技的高光时刻。女主也会经历丧父，
后来成长起来，当成独当一面的女将军的转变，但这些的丰富且有层次的人设也帮不了此剧。不够精致的造型设计，粗工滥制的后期，该剧不受欢迎也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不听劝，一定要看此剧，那记得要看番外篇，只看完正剧就会哭死你。由于入围的只有2部剧，大家有其他的候选名单，也可以留言提供。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山有木，兮木有心，有男主和女主都双双入围了，那暂且将此奖项颁给该剧最奇葩的选角奖。获奖的是山有木，兮木有心。先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跟大家吐槽，下期再见。